欢迎来到新闻和活动频道，请订阅和分享已更新有关当今最着名明星的最新信息。去有风的地方，刘亦菲李现治愈之旅，唤醒都市人心中的田园梦。在节奏飞快、信息过载的现代社会中，打工人身心俱疲，焦虑与倦怠如影随形。很多人渴望逃离城市的喧嚣，去寻找一方净土，重建内在的秩序与平静。而2023年播出的现实题材田园剧《去有风的地方》，恰如一阵悄然拂面的清风，在观众心田播下温柔的种子。这部由刘亦菲、李现领衔主演的作品，不仅是一部风格独特的田园治愈剧，更是一场关于寻找、疗愈与重生的灵魂旅行。在高强度竞争压力下，它带给人们片刻喘息的机会，也唤醒了无数都市人对于慢生活的向往。离开是为了重新归来。故事以许红豆、刘亦菲饰为主线展开。她曾是典型的都市白领，日复一日地穿梭在办公室与地铁之间，人生仿佛只剩 KPI 与加班的累积。而挚友的不幸离世，让她陡然意识到，人生不应只有前进，还有驻足与回望的权利。许红豆在与挚友的约定指引下，辞职南下，前往云南大理云苗村，入住名为有风小院的客栈，开启为期3个月的疗愈生活。这里远离尘嚣，阳光温柔，空气清新，一切仿佛都慢了下来。而这一段旅程，也悄然改变了他对生活的理解与态度。相遇是彼此疗愈的开始。在云苗村，许红豆邂逅了谢之遥。李现是一个曾在城市打拼多年，最终选择回乡创业的村草。谢之遥放弃高薪工作，回归家乡打造民宿与农业品牌用时。他们在许红小院，除了爱，有风小院的租客们各自带着过往的创伤和故事来到云苗村。他们有的因职场焦虑，有的因情感困顿，有的因家庭问题而暂时停靠于此。他们身份各异，性格迥然，却在彼此小院中的点点滴滴为彼此庆生。凌晨谈心，一起做饭，举办市集，这些温暖的日常构建出一种最原始、最真挚的人际关系模式，不是利益驱动，而是人心与亲情线中。谢之遥与阿乃之间的祖孙情格外动人。阿乃年事已高，却依旧精神矍铄，智慧通透。他对孙子的爱与期待，既有传统长辈的慈祥，也有现代女性的独立与豁达。谢之遥对阿乃孝顺有加，他们的互动洋溢着家的温暖。这种3代人之间的和谐与理解，在当下愈发疏离的家庭关系中，显得弥足珍贵。它不仅为观众提供了情感共鸣，也成为剧集治愈的重要组成部分。美到屏息的云南山水，造梦现实中的桃花源。去有风的地方另一大亮点，在于它对田园风光与生活方式的诗意呈现。镜头下的大理，美得宛若一幅中国水墨画，苍山洱海的壮阔辽远，村庄田野的宁静平和，小巷古街的悠长古朴，每一帧画面都流淌着自然之美的力量。尤其是清晨阳光透过树叶洒在小院，花草摇曳，鸟鸣清脆。午后阳伞下的闲话家常，语笑语盈盈。夜晚众人围坐庭院，看繁星点点，谈人生故事。这种从容、质朴、纯粹的乡村生活，令人心生向往。除了自然景色，剧中对白族文化的呈现也充满诚意。扎染、民族舞蹈、传统节日、美食与民居等元素，
都自然融入剧情，既增添了文化厚度，也为观众打开了一扇了解云南民族风情的窗。表演沉稳真挚，角色动人心弦。去有风的地方之所以打动人，演员的表现功不可没。刘亦菲塑造的许红豆，既有都市女性的理性与敏感，也有面对生活困境时的坚韧与勇气。她用眼神与情绪细节，将角色从迷茫到觉醒的心路历程展现得入木三分。每一次流泪与微笑都恰到好处。李现则将谢之遥的温润如玉与内在坚持演绎得十分自然。他身上那种知世故而不世故的气质，与角色本身高度契合。在与刘亦菲的对手戏中，二人默契十足， CP 感十足，却不落俗套。其他配角如阿乃、大麦、娜娜等，也皆有鲜明性格，呈现出群像剧的精巧架构。他们如同一座完整村落的缩影，各自经历，彼此成全，构筑起观众心中的理想生活共同体。一部回归本心的作品，引领慢生活美学潮流。当下，影视剧市场充斥着悬疑、虐恋、爽感反转，真正能静下心讲好普通人生活的剧集并不多见。去有风的地方就像一股清流，它没有宏大叙事，没有高概念冲突，靠的是日常细节与真情实感打动人心。它告诉我们，逃离不是逃避，而是暂时停靠；告别不是结束，而是新的开始。人生不需要一味奔跑，也可以在一个叫有风小院的地方慢下来，听风声，闻花香，等一场雨，和心底的自己好好对话。结语：在风起之处，找回生活的温度。去有风的地方之所以成为白月光般的存在，是因为它回应了每一个人内心深处对美好生活的渴望。无论是都市白领、年少轻狂的旅人，还是在城市角落中孤独生活的你我他，都能在这部剧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情绪出口和治愈密码。如果你也正在人生的某个岔路口迷茫停顿，不妨打开这部剧，让它带你回归心灵深处的风景。也许答案并不遥远，就藏在洱海之畔的一片花田，一句问候，一场雨中闲话之中。